绝望至极的人会忘却对死亡的恐惧，在临死之前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。整个小区1000多人的生活物资全都落在了一个人身上，而张毅却只能每天给他们提供300人份的食物。尤大叔一脸狐疑地看了张毅好久，仿佛他从来不认识张毅一样。你这么看我，我脸上有大难少妇吗？张毅笑着问道。尤大叔表情有些尴尬，他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些奇怪，有些不像是过去的你了。张毅知道尤大叔心里面在想什么，他嘴角噙着笑，眼帘微垂。你是不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会跟他们达成那样的合作协议？尤大叔点了点头，的确，总觉得妥协不像是你过去的风格。那可是每天都要提供300人份的食物啊，光是靠张毅一辆雪地摩托车运输非常费力，而且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张嘴，得从雪地中挖掘出多少座超市才能喂饱他们？尤大叔很费解，在他的认知里面，张毅不是个坏人，但也绝对不是软弱可欺的人，更不是什么怜悯他人的圣母。张毅没有着急解释，而是看了一眼门外，指了指那边说道：“外面有人吗？”尤大叔闻言，立刻过去观察了一番，确认周围一个人都不存在以后才回去，没有任何人在。张毅点了点头，有些话必须保密，不能被外人听见，不然刚刚他利用演技忽悠了邻居们的苦功可就白费了。张毅对尤大叔说道：“跟他们合作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今天本来是打算把那些楼长都喊过来，然后全都杀死的，到时候各个单元楼群龙无首，就会重新陷入混乱的状态，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逐个击破。可是今天他们只派了5个人过来，虽然是势力最大的5个楼长，但杀了他们也不济事，毕竟其他人已经形成了同盟，那么我就必须忍耐杀意，先示敌以弱，让他们认为我不敢同时跟29栋单元楼的人作对，所以向他们妥协了。”尤大叔听到这里，眼睛一亮，他冲着张毅竖起大拇指：“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，这就对了嘛，我就说之前的做法不像你的性格。”张毅欣慰地点了点头：“你听懂了？”尤大叔摇了摇头，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张毅深吸了一大口气，心里面却直翻白眼。好吧，简单来说就是先让他们麻痹大意，然后等他们露出破绽再解决他们，而且我也给他们挖了2个大坑。张毅说到这里，嘴角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。尤大叔听得有些上瘾，急忙说道：“快给我仔细说说。”张毅看了一眼门外，指了指那边说道：“你去看看有没有人。”尤大叔还以为张毅看到人影了，急忙冲过去，结果找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他有些困惑的回来说道：“我没看到有人啊。”“哦，我也没看到，就是再确认一下罢了，万一我们说话的空档有人跑过来了怎么办？”张毅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给他们挖的坑，第一就是物资的数量有限，每栋楼只有10份，这样一来以后的物资肯定是不够吃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患寡患不均。当我给他们分配食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得到，可是各楼的楼长把食物领回去之后，却并没有发给所有人。你猜这个时候各个单元楼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尤大叔这回聪明了，他们会内乱。对，就是内乱。得不到食物的居民会从刚刚得到希望，然后重重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，那种痛苦比死都要难受。虽然之前他们也没有食物，可是那时候大家都在挨饿，都没有食物，大家起码是公平的，哪怕他们先死了，其他人也避免不了冻死，饿死的宿命。张毅嘴角的笑意更浓了。可是，一旦他们知道每栋楼可以有10个人能获得长久稳定的食物，从而活下去的时候，你觉得心态还能一样吗？尤大叔思索了一番之后，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这种玩弄人心的手段，简直是过于残忍。先给你希望，再彻底剥夺，大家都要公平的面对死亡，却有人利用你的牺牲而获得生的希望，这种被践踏、被歧视、被区别对待的感觉，能让人彻底疯掉。张毅看着窗外，随着5名楼长的离开，其他单元楼的人也慢慢散去。不久之后，各个单元楼内部就要发生残酷的争斗与厮杀。绝望至极的人会忘却对死亡的恐惧，在临死之前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，这样一来，之后的事情就会变得有趣起来了。张毅笑眯眯地说道。尤大叔望着张毅那淡定自若的模样，心里面既觉得佩服又觉得畏惧。他很庆幸自己没有站在张毅的对立面。张毅，你实在是太聪明，太可怕了。尤大叔感慨道。可张毅却摇了摇头，他的目光依旧冷静地像窗外的冰雪。不，虽然我有一些智慧，但我不会把自己当做一个聪明绝顶、可以靠头脑玩弄他人的人物。之所以会变成如今的局面，不过是因为我比他们更加的从容。我吃得饱穿得暖，每天睡觉都可以睡得香甜，不会因为食物和温度而发愁。我手里有着强大的火力，拥有同他们硬拼的底气。我有坚固的堡垒，不怕他们的威胁。当这些条件集齐的时候，我不会恐惧，不会头脑混乱，反倒是他们会各种瞻前顾后，智商难以再现。说到这里，张毅诙谐的同尤大叔开了个玩笑，即便是世界级拳王，在饿了30天之后，也会在擂台上输给我，不是吗？尤大叔愣了一下，饿了30天，那不就是个死人了吗？张毅理直气壮地说道。对啊，一个死人凭什么赢我？尤大叔初听此话，觉得像是在狡辩，但是仔细一想，却又觉得真的是至理名言。在末世，枕边的人也不能相信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丢掉的可是性命。张毅通过监控看了一眼周可儿的房间，然后继续回答尤大叔的问题。他不明白张毅为什么要让他们在这冰天雪地里种植农作物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张毅的目光望向窗外，我让他们种地，只是单纯的激化他们的矛盾，同时消耗他们的体力罢了。他摊了摊手，毕竟现在他们能付出的东西，也只有不值钱的体力了。张毅微微眯起眼睛，今天没有把他们的楼长全都干掉，下次再打的时候，要杀的人肯定更多了。我必须尽可能的削弱他们每一分的战斗力。张毅说着，凑到尤大叔跟前，眼神当中带着认真的神色。这些人一个都不可信，我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，早晚还是会打起来。
所以这段时间不能松懈。另外对我说的话绝对要保密才可以。刘大叔经过这番交流，深深被张毅的智慧所折服了。他缓慢而用力的点了点头，我明白，张毅，现在我们一家子活下去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，你让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张毅欣慰的笑着点了点头。那好，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，然后看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吧。张毅跟尤大叔说的只是一部分真相，事实上他还有更多的后手没有告诉他，因为张毅已经知道25楼有人私下里勾结其他楼的人，内鬼曾经对他出手过，将来肯定也会出手。就比如那次狂狼帮在雪地里对他的埋伏。张毅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通过监控看了一眼周可儿的房间。如今的周可儿被张毅管得更紧了，毕竟大战在即，哪怕张毅相信周可儿没有蠢到出卖自己，可万事小心总没有问题，万一他输的话，丢掉的可是性命啊！没有人在生死面前不谨慎的。周可儿的手机被张毅没收了，张毅出门的时候都会把他锁在他的那间小屋里面，不许他出来。可是周可儿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当的不错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知道什么事情该做，什么事情不该做，最起码她不会去挑衅张毅的权威，所以张毅让她做什么，她都会老老实实的去做。毕竟她是女仆，张毅是主人，而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。此时周可儿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着瑜伽，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粉色的低胸吊带衬衫，饱满的胸脯随着她优雅的动作上下起伏，甚至让人担心那薄薄的衣服无法承受重量而掉下来。下半身则是一条棕色的瑜伽裤，将她完美的腿部线条展示在眼前。张毅走到她的门前，取出钥匙把门打开。周可儿抬起头来看向张毅，额头上细密的汗水打湿了头发，一缕秀发粘在额头，竟然有一丝说不出的妩媚。你回来了。周可儿见到张毅很高兴，双腿一屈便站了起来，眼睛里是真挚的笑容。她知道张毅今天是干大事去了，而此时看张毅轻松的表情，显然谈得很顺利。周可儿走到张毅面前，双手勾住他的脖子，眼睛亮晶晶地问道谈判的结果如何。他的身材太过汹涌，只是这样靠近过来，就自然地挤压在张毅的胸口，那种感觉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，再多一眼看一眼就会爆炸，再近一点靠近点快被融化。张毅没有感觉到被融化，反而是更加的坚挺了。他抱着周可儿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搂着她躺到了床上。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这样。张毅把谈判的内容告诉了周可儿，这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男人在做某些大事的时候想要找个女人来倾诉一下。这几天可能会比较乱，你还是老样子，留在家里哪都不要去。张毅眯起眼睛，语气变得冰冷了起来。再过一阵子，麻烦就会彻底消失了。周可儿靠在张毅的胸口，听得不明就里，因为张毅只是大概讲述了一下，却没有触及到重要的部分，但他还是露出了幸福的微笑，因为张毅没有让他出去冒险，就说明他还是在乎他的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张毅，你一定背负了许多的东西吧，而我却什么也帮不到你的忙，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挺没用的。周可儿的心中有一丝丝的愧疚。张毅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心说，我买个保险为的不是智慧跳价，而是为了万一某天出了事能有个托底的。你这个主治大夫，我巴不得一辈子都用不着呢。周可儿的面色忽然变得红润起来，右手往下面探去，我现在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，至少能帮你放松一下，不要积攒太多的负能量。5个人还在与张毅谈判的时候，就有人不顾他们的死活，开始带人试图冲击25楼。如果当时不是被张毅用大狙震慑住了，那么最后的结果，他们5个人肯定是活不成。所以5个人心里面都压着火气。离开25楼之后，这几个人就开始去清算当初做决定的那批人。一整个下午，整个小区里面惨叫不断，血腥的清洗就开始了。可是第2天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。不管死了多少人，活下来的人还得继续拼命活下去。而各个楼当中也派出了人到中央的广场上进行扫雪活动。张毅知道那些楼长肯定都非常默契地隐瞒了10人份物资的事情，否则的话，大部分的居民不会这么老老实实下楼干活的。今天的风雪似乎比往常要小上一些，整个小区上千人，久违的能够如此和谐的集会，而且目的竟然不是为了争抢物资，而是为了共同劳作。大家手里面拿着工具，看着周围同样在劳动的小区邻居，脸上的笑容一开始有些尴尬，但是后来就变得温馨起来。好久没有这么一块出来了啊！之前雪灾没有来临的时候，咱们小区多热闹。是啊，一到晚上大家伙都会出来遛弯。我记得你们家养了一条大金毛，特别可爱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家的阿金可乖了，乖得让人心疼。哪怕你用棍子打它，用刀砍它，它都不咬人。哎，呵呵，不说了，以后等到雪灾过去了，再养上一条。怕是那个时候只能够养北极熊了。咱们赶紧干活吧，我们楼长说了，干得多分到的食物就多。对，是得干活，咱们也体验一把农民的生活。一个大爷抬头望向天空，天空是阴霾的灰白色，但是他总觉得能看到若有若无的太阳，仿佛雪云马上就要离开，而明媚的阳光中会照耀万里，驱散所有的寒冷。咱们小区里达成了和平协议，以后就不用整天打打杀杀了，咱们也能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大爷欣慰地笑着说道。整个小区的气氛都变得异常和谐，大家一边劳动一边有说有笑的。虽然风雪还在继续，可是大家心里面有了奔头，反而觉得没那么辛苦，甚至因为人多了，温度都提升了不少。王强等楼长则是带着自己的手下在旁边负责监工，而邻居们早已习惯，甚至不觉得他们什么也不干就能享受最多的资源有什么不对。而作为管理者仍然在闷头干活的只有李健一个人，与其他人快乐的模样不同，他的脸上表情凝重，一声不吭地低着头，用力地铲着雪。张毅全副武装地走下楼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嘴角微微勾起，
哟，张毅，你出去找物资啊？隔壁单元楼的黄天放大老远就朝着张毅挥手打起了招呼，同时没有忘记举起2根手指，示意张毅不要忘记答应给他的香烟。张毅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对，大家都在劳动，我也不能闲着呀。放心好了，你的烟少不了。”另一个方向，21楼的王强声音也传了过来：“张毅，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要是东西太多，一个人搞不定，我陪你去吧。”张毅哈哈大笑道：“瞧你说的，我不是有雪地摩托车吗？用它驮着，再多东西都搞得定。就这么说了，你们跟我回来啊！对了，让大家伙不要懈怠，都好好干活。等我回来可是要检查进度的，干得不好会扣食物的哦。”张毅笑意很浓地说道，然后他又假装去后面车库。不久，发动机的声音传来，他骑着雪地摩托车扬长而去。目送着张毅远去，王强的脸色有些阴沉。他那辆车到底在哪放着啊？周围我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。而黄天放则是低声呢喃道：“原来那玩意叫雪地摩托车，不叫爬犁。”张毅离开了小区，回头看了一眼小区里和谐的景象，莫名的感觉非常讽刺。不过他也没空去心疼那些韭菜，虽然他们和张毅没有恩怨，但是他们人数太多就是威胁，让他们的人自我解决，对张毅有利无害。张毅这一趟出去没有直奔超市而去，而是来到了天海市的天海明珠商场。天海明珠是天海市一个有名的老商场，有70年历史了。在天海市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天海明珠的商品却是出了名的物美价廉。天海明珠的主体是一栋12层高的商场楼，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品牌店，多是以20-30平的小店为主。里面卖廉价首饰的、卖山寨服装的居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卖内衣内裤、五金商品、修建裤腿等类型的店铺。张毅过来这里，是因为他知道这儿有一家寿衣店。来到天海明珠之后，大楼的主体同样是插在雪地里，露出上半截身子。张毅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破窗而入。由于这里基本都是廉价商品，张毅也没有什么兴趣，直接把其他店铺给忽略掉了，奔着那家寿衣店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找到了那家寿衣店。张毅用撬棍把玻璃给砸烂，进入了里面，就开始对着药柜开始翻找。如今不是古代了，去药店里面你买不到砒霜，去卖农药的那里可以买到致死的农药，但是那么大的味道，除非是糊弄鬼。可是有一种东西无色无味，致死的能力却非常强悍，那就是耗子药。